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，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摆渡。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内容开始之前，星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快速获取他人的好感和信任呢？很多人认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给他人帮助，这种方法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，也确实可行。不过我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方法。这个办法在知乎相关问题的回答里获得了令人震惊的75000个赞。通过运用这个方法，我也很多次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了益处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方法。现代的营销学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。上个世纪，美国有一家吸尘器公司的推销冠军，他在退休的前一天对其他的员工说：“你们这些笨蛋，推销业务时只会敲开门问好，太太您好，能不能给我3分钟介绍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？”每次话还没说完，啪的一声就吃了闭门羹。你说你们不是赤裸裸的骚扰吗？顾客没有报警已经是客气的了。于是这些员工就好奇地问：“那您是如何向顾客推销的呢？”这位退休的老员工回答道：“我会说，太太您好，我是一个路过的推销员，口渴了，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喝？”于是我走进顾客的家，先观察一下情况，然后在顾客给我准备水的时间里，轻描淡写地说一说自己所推销的吸尘器。顾客没有压力，自然就会接话，如此一来，产品推销的成功率可以提高80%。其他的员工听了如梦方醒，纷纷给这位老员工鼓掌。其实这个案例有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做富兰克林效应，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帮助你。这是根据18世纪美国的国父之一本杰明·富兰克林所说的一句话发展而来的。富兰克林说，相比那些被你帮助过的人，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更愿意再帮你一次。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他曾经做过一件影响世界心理学的事情。这个故事最早应该记录在卡耐基的《人性的弱点》一书中。后来在1993年，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·阿伦森又将这个故事写进了他的《社会心理学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：1736年，有一天，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的议院发表演讲，另一位议员完全反对他的观点，于是也发表了一篇演讲，十分激烈地批评了富兰克林。富兰克林有点措手不及，但是又想争取这位议员的同意，怎么办呢？他无意中打听到这位议员的家里正好有一套非常稀有的图书，于是他十分恭敬地写了一封信，厚着脸皮向这个议员借书。没想到这个议员竟然同意了。1个星期后，富兰克林还书时郑重地表达了谢意。几天后，他们再次在议会厅见面时，富兰克林这样描写道：“他竟然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。后来我们的谈话，他还表示任何时候都愿意为我效劳。从此他们2人化敌为友，终生保持着友谊。”所以后世的心理学家们得出一个结论：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不是去帮助他们，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。这就是著名的富兰克林效应的由来。1个世纪以后，美国的另一位总统林肯就深受富兰克林效应的启发。有一次，林肯准备让一位政敌帮个小忙，有位议员批评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试图跟政敌做朋友呢？你应当消灭他。”林肯却温柔地回答道：“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？特别是当我们变成朋友的时候，让一个敌人帮你一个小忙，就能化敌为友，化干戈为玉帛吗？这真的可信吗？”1969年，心理学家琼·杰克和戴维·兰迪决定亲自上阵，检验一下这个有200多年历史的富兰克林效应在20世纪是否同样适用。于是他们安排了一个知识竞赛，让所有的参与者赢了一笔小钱。竞赛结束后，一名研究人员向其中1/3的参与者表示，他是用自己的钱来组织竞赛，现在他没钱了，能否请他们把钱退还给他？一名秘书向另外一组1/3的参与者表示，这是由心理学实验室赞助的竞赛，现在实验室资金短缺，能否请他们把钱退还？实验过后，所有的参与者们都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问卷，分别给研究人员和秘书打分。研究结果证明，研究人员的分数远远高于秘书，而且愿意把钱退回来的参与者所给出的分数远远高于不愿意退钱者。也就是说，富兰克林效应再一次得到了印证。后来就连俄国小说家列夫·托尔斯泰也对这个效应深表赞同。他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我们并不因为别人对我们的好而爱他们，而是因为自己对他们的好而爱他们。”而托尔斯泰所说的好，其实就是给予帮助。因为顾客已经给了推销员一杯水，所以产生好感，愿意接受推销。因为富兰克林的政敌已经借了他一套书，所以产生了好感，愿意化解仇恨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参与者们才会特别钟情于研究人员，而非那位秘书。但是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宠爱的都有恃无恐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一个人喜欢上另外一个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对方的外貌、对方的品格、对方的地位、对方的财富吗？其实都不是。那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我们再来听听法国作家埃克苏佩里的《小王子》里的一个故事。小王子在一个小小的星球上生活，有一天，星球上忽然绽放一朵娇艳的玫瑰花。小王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花，于是他每天细心呵护，精心照料。他当时觉得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朵玫瑰，比所有的花都美。后来有一天，他来到地球，发现仅仅一个花园里都有5000朵几乎一样的玫瑰花。那一刻，他终于知道，他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朵普通的花。这个发现使小王子非常的伤心，于是他天天流连于万花丛中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那一朵玫瑰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只小狐狸跟他说，正是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和心血，才使得你的玫瑰变得美丽。小王子恍然大悟，终于明白，尽管世界上有无数朵玫瑰花，但他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仍然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他浇灌过它，保护过它，陪着他一起说话，陪着他一起沉默，所以它才是独一无二的玫瑰。然而这个世界上人海茫茫，如满天繁星，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千万人类中平凡的一员？哪一个人的所爱不是千万朵玫瑰中平凡的一枝呢？我们手里的玫瑰之所以一枝独秀，并不是玫瑰本身多么耀眼，而是因为我们在玫瑰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目光。我们心中的所爱之所以一笑倾城，并不是因为对方多么迷人，而是因为我们在对方身上付出了自己的所有心血。为什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宠爱的都有恃无恐？因为前者持续在付出，而后者几乎没有。这个效应在职场、友情或者其他领域中同样都适用。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人脉都是麻烦出来的等等，就是这个效应的结果。这个心理学原理非常有用，它既帮助我们解释了很多看起来不能理解的东西，比如为什么渣男偏偏有人爱，为什么默默付出的员工得不到提拔，为什么你借过钱的人不一定会借钱给你，同样也能知道我们的行为。下次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人生变故，需要找人帮忙的时候，一定记得去找那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不要去找那个欠你大人情的人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升米恩斗米仇的背后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训。最后引申一下，用这个原理还可以解释一个人是如何爱上一个女孩的。他在见面之后朝思暮想，无时无刻不在想，甚至连做梦都在想那个女孩，所以他一天的思念可能长达16个小时。而另一个对这个女孩同样有好感的男人，每天的思念可能只有1个小时。我们假设爱上一个人需要160个小时思念，那么前者只需要10天，后者需要160天。这就是一见钟情的真相，钟本来就代表时间。所谓的一见钟情，是指两人在一见倾心之后还需要时间才能生情，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方都付出，就会生出感情。如果只有一方付出，只会生出单相思；如果双方都没有付出，最多也就生出交情。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付出，别说是几秒钟，哪怕是相识1个世纪，你都不可能爱上一个人。思念就是一个人的情感付出，当然付出还包括很多种，时间、金钱、陪伴等等，但归根结底，所有的付出都会无形中转化成感情的付出。有一个女儿问父亲如何让她喜欢的男孩子喜欢她呢？父亲回答道，让他给你买个冰淇淋。女儿又问，然后呢？父亲回答，再让他买一个。这位父亲就深谙富兰克林效应，因为这个男孩买冰淇淋的行为虽然很简单，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付出。他会想女孩喜欢吃什么样的冰淇淋，草莓的还是牛奶的，大的还是小的，这一家的还是另外一家的。无形中，男孩就为这个女孩付出了时间、金钱以及感情。渐渐的，男孩就会问自己，为什么要给她买冰淇淋呢？你放心，他会给自己找足100个理由，因为她可爱、懂事、笑声很甜等等。然后男孩就会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觉得这个女孩与众不同，他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女孩。爱情就是这么简单。所谓爱，就是你对一个人付出的总和。所以，你知道该如何让你心中的那个他爱上你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